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明明自己工作很努力，每天加班，但升职加薪总轮不到你，甚至经常替别人背锅，感觉公司里总有小人在针对你。别总是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或者觉得同事针对你，很可能是你每天坐8个小时的办公桌犯了风水上的招小人煞。大家好，我是 Jenny， 你的专属风水顾问。今天我不讲虚的，直接教你用行家风水检查你宫位上的3个致命错误，只要花5分钟调整一下桌面，就能帮你挡煞防小人，把工作运势拉满。尤其是第3点，90%的人每天都在犯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第一种错误叫背后无靠，检查一下你的宫位，你的椅子背后是坚实的墙壁，还是人来人往的过道，甚至是直接背对着大门或者窗户。在风水中，背后被称为玄武方，代表你的靠山、你的老板、你的贵人。如果背后是空的，或者总有人走来走去，你的潜意识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，无法专注。更可怕的是，在风水上，这意味着没有靠山，工作出了问题，没人保你，有了功劳很容易被别人抢走。这种情况属于风水硬伤。首先是尽量考虑换一个背后有靠的位置，但如果公司宫位固定，换不了座位该怎么办呢？那就用下面的方法来抢救一下。用一件深色的厚外套搭在你的椅子背上，这叫人造靠山。如果椅子靠背太矮，那就换一个高的靠背椅。只要让你的背部感觉到有东西拖着，你的气场就会稳下来，小人就不敢轻易动你。但这种抢救的效果十分有限。第二种叫白虎探头，这是办公室里引发口舌是非、吵架互撕的罪魁祸首。风水讲究左青龙，右白虎。坐在位置上，你的左手方是青龙方，代表贵人、理智、顺利；右手方是白虎方，代表小人、冲动、破坏力。如果你的桌子右手边堆满了高高的文件，放了很高的台灯，或者摆了尖锐的植物，比如仙人掌，而左手边却很低，甚至空着，这就叫白虎压过青龙。这种布局不仅会让你脾气暴躁，还会招惹是非，同事容易找你茬儿，甚至遭遇职场霸凌。还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，如果你们公司是那种连在一起的长条形宫位，而你恰好坐在靠左边的位置，导致你右手边的桌子很长，左边的桌子很短，甚至没有，这也是典型的白虎压青龙。如果你是领导，你会发现手下的员工特别难管，不听话。如果你是销售或者需要对接客户，你在谈判中经常会处于弱势、被动的状态，这种情况也是一种硬伤。化解的方法就是让青龙抬头，能换座位当然是最好的，如果不能换座位，那就必须在自己的桌面上做文章，把高大的物品、正在处理的重要文件、电脑主机通通移到你的左手边，人为的把左边的气场拔高，右手边尽量保持干净、整洁、低矮。你可以试着在左边放一盆没有刺的木本植物，比如发财树，声望青龙的能量。慢慢的，你就会发现办公室的人际关系肉眼可见的顺滑了。第3种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暗箭煞和横梁压顶。坐在宫位上，抬头看看你的头顶，头顶上方有没有横梁，四周有没有柱子的尖角正对着你，或者对面同事桌上是不是放了带刺的植物、剪刀，甚至那种尖锐的金属摆件正指着你的方向。在风水中，任何尖锐的形状都会产生煞气，长期被这种煞气冲射，轻则让你经常偏头痛，莫名其妙发脾气，重则让你在工作中频繁出错，成为众矢之的。而压在头顶上的横梁也会让你感到压力山大，疲惫不堪。怎么化解？最优解依然是走为上策。如果无法换座位，那就只能用圆去化解尖。如果对面有尖角冲你，你可以在自己桌上对着尖角的方位摆放一个圆形叶子的植物，比如铜钱草，或者一个能挡住自己的隔板装饰，去挡住那股锐气。至于横梁压顶，最有效的解法就是用吊顶把横梁遮起来。总结一下，什么才是最理想的宫位呢？那就是后方有坚实的靠山，左边青龙方有墙或者桌子长摆放高，右边白虎方空旷低矮，桌子短，四面八方都没有尖角冲射，头顶上也没有横梁压着。如果你能选到这样的神仙座位，你的职场之路绝对会顺风顺水。好了，现在是有求必应时间。
这是一位网友在我上一期视频下方的留言，他说我家灶台就在门口，但空间太小了，没办法挂门帘，也做不了隔断，该怎么办？其实这也是很多朋友的困惑，在风水上确实没有100%完美的房子，每个房子多多少少都会存在各种问题，像这种因为空间限制无法化解的风水硬伤，我的建议是不要过度焦虑，你能做的就是把家里其他不好的格局，那些能改的地方尽量改好，比如保持整洁，气场调好，把今天教的办公桌风水调好，稳住心态，好好工作，等积累了足够的钱，我们直接搬家，换一个格局更好的房子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分享的3个致命的办公桌风水错误。其实风水并不迷信，它是关于能量场如何影响你的潜意识和身体能量的科学。现在低头看看你的办公桌是不是白虎探头了，赶紧手动把高大的东西移到左边吧。如果你调整了之后发现工作还是不顺心，那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桌面问题了。如果你需要量身定制深度诊断，可以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预约我的咨询，我会帮你找出真正的症结所在。如果你也有风水上的困惑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下期视频的有求必应，说不定就是你的问题哟。我是 Jenny， 你的专属风水顾问。下期视频我会教你为什么你总是睡不好，卧室风水的5个秘密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不要错过。See you。